一名中国女孩不仅被殴打强奸，而且还被漂白剂清洗了下体，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不过这并没有难住警方，女孩的纹身提供了线索。在唐人街卧底10年的警探推测，她肯定是来自中国的帮派，原因是中国人喜欢将蛇纹在身上，尤其今年还是蛇年。不过这不仅是一起强奸案，因为它就发生在仓库盗窃案的旁边，所以警察们猜测歹徒们一边偷窃一边强奸了受害者。至于真相到底是什么，只有询问受害者海伦才能知道。可哪知海伦下巴碎了，根本说不了话，只好由他的哥哥代为回答。然而警察一眼就看出他刚去除了刺青，怀疑他也属于帮派。不料哥哥却称早已脱离了，而且马上转移话题，表示妹妹和她的男友陈道还在混帮派，并且陈道那个人脾气暴躁，我曾警告他离开海伦，可陈道却反而威胁要杀了我，是他的手下抢劫了那间仓库。言外之意就是陈道强奸了海伦，但警察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他们怀疑其实是哥哥的帮派抢劫了仓库，然后顺道性侵了海伦。不料哥哥当即就否认了，自称他们根本不敢，因为都知道我会杀了这个人的。于是警察只好又来找陈道了。谁知陈道见了警察就心虚逃跑了。不过好在警察也不是吃白饭的，几步就追上去将他按进了烤鸭炉里，顺利逮捕了陈道。可陈道却表示早已和海伦分手了，而且是在警察的告知下才知道海伦被殴打强暴了。谁知警察一下就拆穿了他的谎言，陈道这才不得不承认他深爱着海伦，但却坚决否认性侵了他。最后在警方的逼供下，终于说出抢劫案其实是海伦哥哥干的。海伦当时在替他们把风，听了这话，警察立即领会了，那意思就是哥哥强奸了妹妹。可这需要证据啊！结果整的陈道很不耐烦，放话你们可以问海伦呀。于是警察真的来问海伦了，好在他已经能说话了，果然承认是哥哥盗窃了仓库，但我是被人从背后记婚的，根本不知道是谁侵犯了我。最后还供出了哥哥的藏身之地，于是哥哥就这样被逮捕了。但他仍是坚决不承认性侵了妹妹，也没有安排手下做。不过还是良心过不去，承认当时看到妹妹倒在血泊中却没有施救，因为那时他已经听到了警笛声，担心被逮捕就独自逃走了。而就在警察考虑如何处理这个好哥哥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原来是大队长又带来了一个坏消息，漂白男再次犯案了。不幸的是这次却是没留活口，这么看来哥哥也不是凶手了。而这次的受害者仍是中国人，胸口还被刻了字，不过指甲里却留下了凶手的血迹，可以提取到 DNA 了，这应该是一种仇恨。随后经过调查发现，死者陈露西是去唐人街探望母亲的，她也没有任何前科，并且法医认为那个划痕是用瑞士军刀刻的，应该是一种歧视。而黄博士则分析这种残暴的行为显示，凶手对中国女性有强烈愤怒，或许曾遭中国人伤害过。他在过去几年肯定有轻微的侵犯、偷窥、暴露的行为，以及双方同意的粗暴性行为，甚至是直接攻击。于是根据黄博士的推测，警察挨件查了这几年所有类似的报案，终于发现曾有妇女回复了一则中文报上的交友启事，结果第一次约会男方就拔出了瑞士军刀，这个信息就非常符合了。于是警察紧接着就找到了那个报案的女人，黄博士则充当了临时翻译。女人描述对方自称是来自北京的工程师，可当见面后才发现全是谎言，因为对方不是中国人，而是一个黑人。于是警方又把目标锁定在了黑人身上。可令他们疑惑的是，什么样的黑人说的汉语这么好，连中国人都骗过去了？还有为什么要自称是中国人？ Because he knows she'll never go out with him if he's not. And then he expects that once they've met, she'll be so taken with him that his ethnicity won't matter.Her reaction to his race is what sets him off. 黄博士分析得非常到位，在得知了嫌犯行凶的动机后，警方又根据他盗窃的信用卡找到了失主，失主则提供了一张很有意思的账单。嫌犯进去过唐人街的按摩院，消费了200元。警察当然明白，没人真的去那里按摩，于是接下来就赶到了按摩院。老板看到是警察后，明显紧张了起来。好在两人赶紧说明不是扫黄组的，只是来找一位顾客的。老板这才松了一口气，接着交代那个男人曾想杀了一个技师，看来他也曾想在这行凶来。技师应该知道的更多。果然在警察的审问下，妖娆的技师才缓缓交代，那个男人来这里想花钱找女朋友。 Except he couldn't do it. I don't know, I guess I laughed. I didn't mean anything. He got mad. Tells me he won't tie me up. Sometimes I do that. But this guy I had bad feelings, so I said no.然后后果就变得严重了，男人不仅打了技师，还掏出军用小刀，在女人的胸口划下了伤痕。看到这相同的手法，男人肯定就是凶手了。随后警察让技师画出了那个男人的素描像，可没想到在周围找了一圈却是一无所获。然而就在大家重新分析之际，死者指甲里血迹的分析结果出来了，果然是一名犯下多起性侵案的黑人，去年才刚刚出狱。这下好了，终于找到凶手了。可令警方万万没想到的是，凶手竟然是一个半截入土的老人，而且已经半身不遂好多年了，怎么看也不像是能犯案的人呢。然而 DNA 不会出错的。此时警察突然意识到不会是老头的孩子吧，可老头否认了这一点。 You've raped a lot of women, so it's possible that you have kids out there that you don't even know about, right? 别说，还真有这个可能。于是警察立马回到实验室，让法医对 DNA 进行了深度分析，果然显示凶手和老头有血缘关系，这就证明推断对了。
接下来就是要找出老头的私生子了。而根据老头的资料显示，他曾犯下4起性侵案，其中1人事后怀孕生了一个孩子，老头还有一个同居女友，也生有一个孩子。所以这2人的嫌疑最大，却不成想经过警察审问后，这2人竟然都不是，线索一下就这么断了。警察只好又把目标锁定在了那些未破获的强奸悬案上，通过分析选定了其中一个比较接近的，于是又来到了受害者关苏珊的家里碰碰运气。可不巧的是，他的儿子并没在家，不过苏珊也承认了儿子确实是被老头强奸生下的。哪知在警察说明来意后，苏珊竟突然声称都是自己的错。 My family, everyone in Chinatown, when they saw him, they told me to give him away. He's half devil, they said. The children in the neighborhood would hurt him, push him, kick him. Every day he'd cry, beg me not to make him leave the apartment. Why didn't you move away? Guess part of me hated him too. 这么看来，男孩是在欺辱中长大的，连最亲的人都憎恨他。随后，为了找到证据，警察搜查了他的房间，果然找到了带血的衣服，这下错不了了。接着，警察逼问起了儿子的下落。原来他在老约翰中药店上班，可是刚好被派出去送货了。而警察则趁机调取了药店的客户名单，果然2名受害者的资料都在里面，这下就更加确定了。接着，警察立马赶到了送货地址，恰巧嫌犯关戴罗刚走过来，可他却十分警觉，看到有警察后马上转头就跑。可警察为了破案，不知花费了多大力气，岂会容忍戴罗轻易逃脱？早就布下了天罗地网，一把就将他逮住了，并且还在身上搜出了漂白剂。这下证据确凿了。可令警察万万没想到的是，想将戴罗定罪却是千难万难，因为有一名知名律师要为他做无罪辩护，理由竟是匪夷所思。他辩称戴罗患有精神病，所以不应该被判刑。为此，黄博士特意对戴罗进行了测试。原来，戴罗作为一名因强奸出生的中非混血儿，他内心一直认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因此才以中国人身份想找中国女朋友。不料，当真正见到他的样子后，女人们都感觉被骗了，这才导致戴罗偏激强奸杀人。总算是弄明白戴罗的作案动机了。可等到开庭这一天，律师竟邀请了多名遗传专家，证实戴罗和老爸都含有一种缺陷基因，导致了2人的暴力倾向。而这种基因明显是戴罗遗传于老爸，并且戴罗无法选择不继承，所以他是无辜无罪的。但检察官可不想让律师得逞，接着提问专家含有缺陷基因的人是否肯定是性侵犯。专家给予了否认，因为这种因果关联并未被证实，并且根据基因并不能完全预知暴力行为，暴力还与教养方式等多种因素有关。It sounded to me as if you were saying genes are the only factor in violent behavior. Well, I can't very well speak to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I am a geneticist. I see. So your testimony now is that violent behavior is in fact a combination of many factors, not just genetic. Yes. So in truth, you really can't speak to the topic at all. 最终专家被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然而律师并未就此放弃，又开始游说起了陪审团，主旨意思还是戴罗选择不了出审，又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这才造成了他今天的犯罪，这不是他的错。谁知检察官当即进行了反驳，虽然戴罗童年遭遇比较悲惨，但这不是犯罪的借口。事实上，戴罗在犯罪时，他完全有自主掌控的能力。He specifically chose his victims, not because of some biological imperative, but because of opportunity. He knew what he was doing was wrong, and he did everything he could to get away with it. Daryl Guan chose the course of his life. Make him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it. 最终陪审团做出了决定，判定戴罗强奸谋杀罪成立。